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鸭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辛普森家第10季第2集。辛巴也在车上收听厕所新闻，他们很擅长挖掘一些公众感兴趣的事，再配上幽默主持人和搞怪的音效，确实能给繁忙的人们增加点调味剂。辛巴就是他们的忠实粉丝，原本听这个也是图一乐，没成想今天新闻在辛巴的心中翻起了惊涛骇浪。得知医学人士说人类平均寿命是76.2岁，辛巴一个急刹就把车停在了马路边。他想到自己现在就38.1岁，却仍旧一事无成，半辈子时光就这样白白浪费，车也不开了，直接就在马路上穿行。就他这架势，说不定剩下38年都活不满。他来到公共电话亭给辛妈打电话，不料接电话女士问他是否需要拖车，辛巴正奇怪呢，自家车就被撞了，好吧，叫辆拖车来。回到家后，辛巴特别颓废，一个人坐在床上吸面粉。面对前来关心自己的妻子，他倾诉了自己心中的苦恼，还有半辈子就要见上帝，却无所建树。他都不敢想象葬礼的样子，那时候的墓园到时候是高科技墓碑。巴尼已经荣获了好几个小金人，弗兰德也当上了神父，最优秀的还是兰尼成了总统。弗兰德述说辛巴的一生一事无成，无关紧要的人埋进坑里就是一堆的废物。从令人难过的幻想中走出，辛巴严肃认真对妻子说，答应我不能选兰尼当总统。辛巴答应了他，还安慰他说他已经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了，比如他让自己感到很快乐。辛巴却觉得这不值一提，他说自己活了半辈子，却只记住了3件事：排队去看电影，走了一把钥匙，以及坐在这里和辛妈说话，确实难以置信。38年过去了，就记得这些。辛妈适时补刀道，你都39了。这下辛巴直接缩成了一团自闭了。又打了一天工，辛巴拖着疲惫身体回到了家，一进门辛小妹就在此等候了。老爸，工作如何？好冷啊。面对辛巴的无精打采，辛小妹不由分说拉他进了客厅，全家人在此处给辛巴准备了一个惊喜，那就是属于他的人生回顾。他们想让他知道这些年他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。辛巴总算坐了下来，不过他想看看自己究竟是哪里做错了。首先就是他去外太空的录像，这个辛巴有印象，种马铃薯以及给俄国搞破坏。下个片段就是差点成为重量级拳击冠军，但现在来看自己只是在不停的挨打，这实在不算是美好的回忆。最后一件也是辛巴觉得最有意义的事，就是当3个美丽孩子的爸爸，但这些都没能让辛巴重新振作起来，他只是想让他们赶紧关掉。小新忙安抚他，表示下一段一定会让他重拾信心，是电视剧《霹雳侠》里的人物邀请他去，不料这话还没说完，放映机就烧了，好不容易建立起来兴趣就这么毁了。辛巴很不高兴，他想知道这个破东西是谁发明的。辛小妹告诉他是爱迪生，我以为是他发明的灯泡。是呀，还有留声机、麦克风、电动机。辛巴觉得女儿在信口开河，在他看来一个人不可能做那么多事。见爸爸不信，辛小妹认真解释，这是他在饭店的垫子上读到的。看样子女儿没有欺骗自己，辛巴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一天，父子俩来到了校图书馆，小新自然是在一旁搞怪。令人意外的是，辛巴竟然在认真看书，看样子是爱迪生事迹感染了他。辛巴正仔细浏览他一生的发明：证券爆炸机、蓄电池、蜡纸等等。此时，图书管理员走了过来，你好，你是这里的学生吗？辛巴毫不脸红的表示，很明显我是。晚上，老毛子酒馆照例被酒鬼们占领了，莱尼正在给其他人讲故事，这个姑娘就站在了海里。突然，一个狼打过来把她泳衣打掉了。一听这么刺激，大家纷纷来了兴趣。老毛子更是表示一定要说细节，越具体越好，积极性调动了起来。莱尼就开始继续讲，接下来发生事情会让你们永生难忘。不料话还没说完，辛巴就过来打断了他，说自己有个更好的故事要分享。然后他又讲起了爱迪生，在座的谁要听他讲这个呀？到最后巴尼都睡着了，他还在讲。老毛子实在是忍受不了了，他只是想知道泳衣被冲掉女人到底怎么了。不料莱尼听了辛巴讲的爱迪生后，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个，后面情节都忘得一干二净。这下就只有卡尔还愿意听辛巴讲话。不过当他插一句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后，辛巴就马上拉下脸说他无聊。回到家后，辛巴嘴也不泄气，都躺床上了，还在嘚不嘚的讲爱迪生。辛巴是真的受不了他这种行为了。大家都知道这人了不起，但他并不会每时每刻都念叨爱迪生。结果你猜辛巴怎么说？他说辛巴是错的，爱迪生就是个厚脸皮的自夸者。辛巴不想听他狡辩了，就来了一句你又不是爱迪生。没想到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辛巴觉得这就是老婆鼓励让自己成为爱迪生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他马上就付出了行动。第一步就像爱迪生一样不穿睡衣，为了成为像爱迪生一样的发明家，辛巴第2天就辞去了核电厂的工作。接着就到了地下室，张贴了目标计划表，上面一栏是爱迪生一生的发明，下面一栏就是他辛巴的发明。当然现在还没有，不过很快就有了。辛巴很惊讶，在他这个年纪
爱迪生都已经发明了230样东西了，看样子接下来有的忙了。辛巴坐在桌前冥思苦想，发明。此时辛巴下来洗衣服，顺便给辛巴提了一些自己的想法，料辛巴毫不领情，直接说将发明的事交给他，因为辛巴根本什么都不懂。为了证明这一点，他还现场举例，你看这张桌子能看出什么？就只是张桌子，而我呢，除了看到桌子，还有各式各样的东西。辛巴听他鬼扯完了，才说了一句，他本来就不是桌子，是甩干机。终于换到了桌子前，辛巴又开始绞尽脑汁想发明，不任凭他换什么姿势，做什么动作，依旧是脑袋空空，什么也想不出。于是他又抽起了雪茄，原因无他，爱迪生也抽。见孩子们来找自己，辛巴干脆让他提供了点子，规则是兄妹俩一人说一个词，辛巴负责将它组成一个发明：自动的屁股，发光的鼻涕。辛巴原本兴致勃勃，但现在算了，俩没用的小孩。辛巴看他们没什么帮助，就给轰走了。辛妈责怪他不应该因为自己想不出发明就去惩罚孩子们，辛巴却表示怎么不行，那是我的孩子。辛妈不想再多说了，他此行来是给辛巴送金枪鱼三明治的，听别人说这玩意儿益智，辛巴觉得吃啥都不管用，就去寻找专业人士帮助了。科学家给了辛巴很多书，但辛巴却不理解，他只需要科学家告诉自己如何发明，看那么多书干嘛？科学家没办法了，只得告诉他想要发明，就要想一些别人想不到且没有的事物，或者现有东西的新玩法，比如汉堡耳包，我觉得合格。闻此，辛巴直接将书扔下跑了。其实汉堡耳包科学家早就有了。再次回到地下室，辛巴那是思如泉涌，在小黑板上写下了密密麻麻的公式，使用起工具来也是溜得飞起。在将房子炸了好几次之后，辛巴终于制作了几样拿得出手的发明。他说是4件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，简称4大发明。首先是万能锤子，可以钉任何东西，除了有点不好控制以外，没毛病。接着就是平安警铃，除非真的出事，否则3秒响一次。还有坏的也快，不然耳膜都要裂开了。下一个发明专为女性设计，超级化妆枪，只需1枪，就跟马戏团的小丑一样。最后一个发明适合所有人，那就是懒人盘环保马桶椅，将传统沙发和马桶相结合，成功解决因上厕所所错过的电视的遗憾。听小妹有些难以置信，你说人们都在卧室里上厕所，辛巴一脸理所当然。他觉得每个美国人都想要这样做。看了这些发明之后，辛巴犹豫良久，最终还是给出了真实评价，糟透了。辛巴很委屈，这已经是我能做最好的了。他意识到自己确实不具备发明的天赋，于是垂头丧气地离开了。不过小新就觉得辛巴的发明不错，还坐在懒人椅上看报纸呢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辛巴还耿耿于怀，这周他的梦想都是成为爱迪生，现在看来还是脚踏实地，做个好丈夫和好父亲吧。这么想着，他又不自觉地往后仰，但这一次他并没有摔倒在地，因为辛巴在椅子上多安了2个腿做支撑。这个想法天才呀！全家人纷纷表示这是个超棒的发明。这下辛巴觉得自己又行了，他终于能够将目标向前推进了。他激动地告诉爱迪生自己是发明家了，然后还展示一下这与众不同的椅子。等等，怎么爱迪生也做了这样的椅子？辛巴又绝望了。此时小新闻声跑了下来，辛巴将爱迪生椅子的事告诉了儿子。小新表示，若他真的发明了，那为什么表格上没有呢？辛巴想了一下，或许他没有给别人说过，这样的话下面上那把就是唯一的。想到这儿，辛巴有了个大胆的想法，那就是去博物馆毁掉那一把椅子，然后自己就成了一个发明家。说完，父子俩就朝着博物馆去了。在路上，辛巴又忍不住讲起来爱迪生，不过小新就没有那么好精力听他讲了。春点正到爱迪生博物馆的路途遥远，车开到后面，辛巴越来越困，最后他竟然看到了爱迪生，他拦住了辛巴，还说毁掉椅子等于伤害自己。不过辛巴哪里听得进去，直接一脚油门踩下去，将爱迪生给碾了。第二天清晨的时候，辛巴来到了博物馆前，当导游带着其他游客去买纪念品的时候，辛巴和小新从柜台后面走了出来。辛巴将爱迪生掀翻在地，接过儿子递来的锤子，两人正准备落锤的时候，他看到了一旁悬挂的发明表格，他的布局和辛巴贴在地下室的一般无二，只是上面的人换成了爱迪生和达芬奇。辛巴明白自己和爱迪生一样，都活在别人的阴影之下。其实他也曾承受过辛巴那样的迷茫和痛苦，他们不应该成为对手，因为他们都是有远大目标的追梦人。所以辛巴决定再去一趟达芬奇博物馆。最终他没有毁掉那把椅子，而是带着儿子离开了。回到家后，电视上报道了爱迪生博物馆发生的新闻，又有2个新发明在博物馆被发现，人们一致认为这是爱迪生发明的，一个是他做的椅子，另一个是万能锤子。这2项发明给爱迪生原本富裕的后代再次带来数百万美元的收入，而这些钱不应该有辛巴的一份。但木已成舟，他现在只能在懒人椅上恨得牙痒痒。有多少人曾在午夜梦回时意识到自己虚度光阴，一事无成，仿佛之前的时光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的，唯有此刻才是真正的清醒。然而又有多少人能够从此就发愤图强，立志不再贪玩，认真过好每一天？大多数人意识到这些的时候，大概也只是打开手机，将他们抛诸脑后吧。比起尚未付诸行动之人，辛巴就要强多了。他不仅专心发明，还定下伟大的目标，但没有知识作为基石，
努力也终将付诸东流。然而对于辛巴难以登天的事，有人却可以轻易获得，那就是爱迪生的后代们。那些人不会发明，不用努力就可以坐享其成，因为他们背后站着爱迪生的无脑崇拜者。就像一个大流量人抄袭了无甚名气的小人物，却能够心安理得享受抄袭品带来的红利，这不禁让人思索，打败人们的究竟是不够努力，还是永远也越不过的阶级鸿沟？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次见，拜拜。